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分析。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Apple 最近这一大堆的软体更新。从 iOS 16.1、iPadOS 16.1到 macOS Tahoe 16.1都有哦。还有，当然，这些更新背后那个越来越热的 AI 话题，我们爬梳了各大科技媒体、使用者论坛，还有 Apple 官网的一些文件。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帮你理清楚这些更新到底有哪些重点，对你手上的 Apple 装置来说又代表了什么。没错，这次的更新我觉得可以看成是 Apple 在布局一个更大的 AI 蓝图，还有整合整个生态系的一步棋。特别是Apple Intelligence 总算支援繁体中文了，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 Siri， 听说可能会有蛮大的改变，所以这次真的不只是修 bug， 加点小功能而已哦。好的，那我们就先从大家每天拿在手上的 iPhone 开始吧。iOS 16.1这次实际用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好像看到有人讨论说，一些以前觉得很烦的误触问题，好像有解了。对，有2个改动，那个讨论度很高，我觉得也反映 Apple 真的有在听使用者的声音啦。第一个是闹钟跟计时器，现在关掉要用滑动的，像以前旧 iPhone 那样。不少人半梦半醒的时候，常常不小心按到停止嘛，现在要滑一下，比较不容易睡过头。这个我超有感，真的。那另外一个是不是那个锁定画面往左滑开相机的功能？我手机换口袋拿出来，常常不小心就开了相机，然后就拍了一堆黑漆漆的照片。完全懂这个困扰，这次终于可以解决了。iOS 16.1，你可以去设定里面把那个锁定画面左滑开相机的功能关掉。虽然听起来都是小地方啦，但真的解决很多人的日常痛点，是不是？真的很实用。那除了这种解决痛点的，视觉上、操作上，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调整？视觉主要是那个 Liquid Glass， 就是液态玻璃效果。现在选择变多了，你可以选手感比较透明的，或是那种所谓不同色调，其实就是带点颜色的半透明磨砂感。这个不只影响 iPhone 的通知中心底部标签列这些。其实 macOS Tahoe 12.1上面也有类似的选项。感觉 Apple 是想要在不同装置上视觉风格更统一，同时也让你看内容比较清楚啦。还有一些 App 里面的小调整，像设定里面的标题靠左边Apple Music 滑动切割照片 App 界面小改都是那种让操作更顺、看起来更一致的微调听起来都是些打磨细节的地方。不过，这次更新完，好像有个大家没预料到的，算是彩蛋吗？不少人说，感觉电池好像变耐用了。这个确实蛮有趣的。尤其是在比较新的 iPhone， 像 iPhone Air 还有 iPhone 17 Pro Max 上面，很多使用者回报说，感觉续航力真的有变好。虽然 Apple 官方是没有特别讲但大家猜可能跟2个原因有关。一个是有些 Apple Intelligence 的 AI 运算，现在可以在手机本地端处理掉。不用一直连网路。对，这样就比较省电。另一个可能是Apple 针对 A19 Pro 和 A18 这些新晶片做了更好的电源管理优化。不过要强调一下，这个是使用者的体感不是官方数据。了解。虽然只是体感，但总是好事嘛。不过这次更新，我想真正的重头戏应该还是……没错，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终于正式支援繁体中文了。这个对我们台湾的使用者来说意义真的蛮大的。很多之前看发表会觉得很酷的 AI 功能，现在真的能在我们的日常沟通使用中派上用场了。太好了，那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支援繁体中文的 Apple Intelligence， 它到底厉害在哪里？核心概念是什么？跟我们听过的其他的 AI 有什么不一样？好， Apple Intelligence 的核心设计，简单讲就是要聪明又要保护你的隐私。大部分的运算，像是理解你说什么，帮你整理文章、辨识照片内容这些，都会直接在你的 iPhone、iPad 或 Mac 上面完成。这个很重要，确保了你的个人资料，像讯息email照片这些，
不会随便离开你的装置。听起来不错。那如果有些任务手机自己算不动，需要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呢？这个时候就会用到所谓的私密云端运算，英文是 Private Cloud Compute。它会把处理任务需要的最少资料加密之后，送到 Apple 自己用 Apple 晶片打造的专属伺服器去处理。Apple 特别强调哦，他们看不到这些资料，资料处理完就马上删掉，不会存起来，也不会拿去训练模型。这就是他们在需要云端帮忙的时候保护使用者隐私的方法。对了，要用这些功能更新完要去设定里面找到 Apple Intelligence 与 Siri 手动打开。而且比较旧的装置可能不支援大概要 A17 Pro 或更新的 iPhone， 还有 M 系列晶片的 iPad 和 Mac 才行。听起来在隐私这边 Apple 真的下了不少功夫诶。那具体来说，现在有哪些功能可以用繁体中文来玩呢？我们先聊聊即时翻译好了。即时翻译现在更厉害了，你可以在传讯息用 FaceTime， 它会显示即时字幕甚至直接打电话的时候做双向的翻译，不管是语音还是文字。如果你有新的 AirPods Pro 3，还可以拿来翻译你跟外国人面对面的对话，因为很多处理是本地完成的嘛，所以你的对话隐私也比较有保障。这次 AirPods 的即时翻译也多了日文、韩文、意大利文，还有繁体跟简体中文。哇，感觉以后出国玩或是跟外国客户开会会方便超级多诶。那个视觉智慧呢，听起来也很酷。视觉智慧基本上就是让你的相机或是萤幕截图变成一个互动的工具。你可以拍眼前的东西、地标，问 AI 这是什么，有什么相关资讯，或是拍一张海报、一份文件上的字，让 AI 帮你抓重点。甚至它可以辨识出上面写的活动时间、地点，然后让你按一下就加到显示里。你可以想象，比如说看到杂志上某件衣服很好看，拍下来问 AI 建议怎么答或者去看展览，拍那个说明牌，马上就有摘要给看，是不是蛮方便的？这个应用场景感觉很广那文字处理方面呢？那个书写工具，在邮件、讯息、备忘录，甚至很多其他的 App 里面都可以用。主要功能有几个：重写，就是同一句话用不同的口气或方式讲；校对，这个很实用，可以抓错别字、改语法、标点符号。比如说你不小心打了交货，它可能会自动帮你改成货物。还有摘要，就是快速抓长篇文章的重点。不只能改错字，好像还可以改写风格听起来很厉害。对，你可以叫 AI 把你写的东西改得更平易近人一点，或者更专业，或者更简洁，甚至听说还可以让它帮你把一段话改写成一首诗。如果你觉得内建的功能还不够，它还可以让你选择去呼叫 ChatGPT 来帮你生成更复杂的内容。当然，这个要你另外同意才行。重点是，这些操作都在你原本打字的地方直接完成，不用跳来跳去，方便很多。那照片搜寻跟编辑也有 AI 来帮忙了吗？有照片 App 现在搜寻用更自然的讲法，比如说你可以直接搜寻，找一下去年夏天在海边那个玛雅穿红色洋装跳舞的照片， AI 会试着去理解你的描述，找出符合的照片或影片。还有个清除工具，这个也蛮多人期待的，就是可以比较容易的把照片背景里面一些不想要的东西，比如说路人啊、杂物啊，把它们涂掉，让画面干净一点。这个很实用接着是生成图片的部分，像那个影像乐园还有 Genmoji 听起来就很好玩。对，影像乐园 Image Playground 就是让你用打字描述一个画面，然后 AI 就帮你画出来。譬如说你打一只戴着太空头盔的猫在月球上漂浮，它就会生成相关的图片。风格有好几种可以选，像动画风、插画风、素描风。它还可以参考你照片里的人物，产生那种风格化的，有点像那个人的图片。然后 Genmoji 呢，就是让你用文字创造自己独一无二的表情符号，可以把好几个 emoji 混在一起，或者加一些特别的元素，甚至可以用你或你朋友的照片做成个人化的 Genmoji， 表情还可以调整。哇，这个感觉会被大家玩坏。那备忘录里面还有一个影像魔杖，那个功能也很有趣。在备忘录里面，如果你随手画了一个很丑的草图，你可以把它圈起来，
然后影像魔杖就会试着把它变成比较精致的图案，或者你全选空白的地方，AI 会根据你笔记的前后文自动产生相关的插图，让你的笔记更好看。感觉功能越来越强大了。除了这些比较酷炫的，好像还有一些是帮忙整理资讯，让我们更专心的吗？对。Apple Intelligence 也想帮我们应付每天爆炸多的资讯，比如说重要邮件这个功能，它会自动判断哪些 email 比较紧急，像飞机航班通知啊，要求马上回复的信件呐，它会把这些信放在最上面，还给你一个简短的摘要。智慧回复则是根据信件内容，建议你几个可以快速点选的回复。通知也有摘要功能，不会被一堆通知淹没。还有新的减少干扰专注模式。备忘录现在也可以录音，录完音自动转成文字稿，还能生成摘要。这些都是希望让你处理资讯更有效率了。听起来很不错。最后当然不能不提 Siri， 这次它有变聪明一点吗？新版的 Siri 官方是说讲话会更自然，也更能理解上下文。就算你讲话有点语无伦次，比如说，帮我查一下行事历啊，不是啦，是查天气，它应该也能听懂你最后是要查天气。你也可以在打字跟讲话之间更顺畅地跟它互动。而且，如果遇到他自己搞不定比较复杂的问题，像是要规划一个完整的旅行计划，他可以建议你，要不要问问看 ChatGPT？ 如果你同意，他就会把 ChatGPT 的答案直接拿来给你。哇，听起来 Apple Intelligence 真的是包山包海耶，从沟通、创造到生产力都有。你觉得跟其他家比起来，它最大的优势或是说特点会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啦，最核心的还是 Apple 一直强调的，在功能跟隐私之间找平衡。大部分的运算都在你的装置上跑，这点跟很多主要靠云端的对手是很明显的区别。真的需要云端帮忙的时候，又透过那个私密云端运算来尽量保护资料。再来就是深度整合，这些 AI 功能不是一个个独立的 App， 而是好像水一样流进作业系统的每个角落。你在写 email、整理照片、做笔记的时候，随手就能用得到。当然，像刚刚提到，如果要用到 ChatGPT 这种外部服务，它会明确的问你同不同意，这也保障了使用者的控制权。但说到底啊，这些功能在你实际生活中到底能帮上多少忙，这个可能还是要大家自己用用看才知道。说到整合，这次更新也不止 iPhone、iPadOS 26.1。听说带回了一个让很多老用户一直敲碗的功能。没错，就是 Slide Over 回来了。Slide Over 就是那个可以让你把一个 App 变成一个小小的浮动的视窗，叠在目前正在用的 App 上面。这个对于比如说你需要很快看一下讯息、查个笔记，或是用一下计算机这种小工具，但又不想打断你正在做的事情，就非常方便。为什么说是回归啊？它之前被拿掉了哦。对啊 ，iPadOS 16推那个新的多工系统叫 Stage Manager， 目前调度的时候就把旧的 Slide Over 跟 Split View 给移除了。虽然 Split View 就是分个画面，用新系统大概还能模拟出来，但 Slide Over 那种可以快速叫出来、快速藏起来，又不影响主要 App 操作的特性是没办法取代的。所以那时候引起很多很依赖这个功能的用户反弹。这次算是 Apple 听到了大家的声音了。不过目前的版本有个小限制，就是一次只能放一个 App 在 Slide Over 里面，不像以前可以叠好几个。看来 Apple 也是在不断摸索 iPad 最好的多工方式。那 Mac 这边呢 ？macOS Tahoe Tentative 26.1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亮点？除了跟 iOS 一样，多了那个 Liquid Glass 的 Tinted 模式可以选，还有更新了一些系统图示之外， macOS Tahoe 26.1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底层为 AI 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它新增了对 MCP， 就是 Model Component Protocol 的支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通用的转接头或是翻译器，让不同来源的 AI 模型可以更顺畅地跟 Mac 上的 App 还有工具互动。这听起来是为了以后整合更多 AI 功能铺路。正是这个意思。另外，内建那个影像乐园 Image Playground， 它的底层也做了一些改进。这暗示说，
未来可能不只支援 ChatGPT， 也许还能借其他的第三方的图像生成模型。这些都显示 Apple 正在为 Mac 这个平台准备整合更多元、更强大的 AI 能力。啊，对了，如果你是用 Parallels Desktop 在 Mac 上跑 Windows 或 Linux 的话， Parallels 也更新到 26.1 版了。雀毛跟 Tahoe 26相容，也修了一些之前的问题。了解。那 HomePod、Apple TV 还有 Vision Pro 这些也有更新，不过好像比较偏向稳定性跟小调整。对， HomePod Software 26.1和 tvOS 26.1主要都是底层的效能改善，稳定性提升。visionOS 26.1则是让 Vision Pro 的 App 可以显示在 iPad 上，还有更新了空间图库的功能。但这些影响范围相对比较熟一点。好，除了这些新功能，每次更新大家一定也很关心安全性的问题。这次 iOS 26.1跟 macOS Tahoe 26.1在修补漏洞这方面做得怎么样？这个非常重要。这次更新，修补了超级大量的安全漏洞。根据 Apple 自己公布的资料，光是 iOS 26.1就修了超过50个有 CVE 编号的安全问题，范围很广哦。从核心 kernel、浏览器引擎 WebKit 到沙号 Sandbox， 系统的很多层面都有补丁。哇，超过50个，听起来很惊人呢。这些漏洞如果没有修补，可能会怎么样？污点不大可小啊。有些漏洞呢，可能被恶意的 App 拿来偷你的个人资料。有些可能让 App 绕过系统的限制，拿到它不该有的权限，甚至有些呢可能导致系统当掉或者被骇客远端控制。譬如说，这次特别修了一个编号 CVE 2024-43422的漏洞，这个跟遭窃装置防护功能有关。没修的话，可能让小偷偷到你手机后更容易得手。还有好几个修补是为了防止 App 用那种偷偷摸摸的指纹追踪 fingerprinting 技术。指纹追踪？对，就是即使没有 cookie， 它还是试图收集你装置的各种独特资讯来辨识你、追踪你。所以啦，就算你对这次的新功能都没兴趣，为了安全起见，赶快更新绝对是必要的。安全更新真的很重要，不能轻忽。聊完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未来吧。刚刚前面有提到 Siri， 好像故事还没完。有传闻说，明年春天 iOS 26.4会带来一个大改版的 Siri， 而且幕后可能跟 Google 有关。这个真的是最近科技圈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了。根据像彭博社记者 Mark Gurman 这些消息来源的报道啊， Apple 为了让下一代的 Siri 更厉害，可能跟 Google 达成某种协议，在你看不到的幕后用 Google 的 Gemini 模型来处理 Siri 的一部分功能，像是比较复杂的查询规划、知识搜寻还有摘要这些。等等，这听起来很不像 Apple 会做的事啊，把核心功能交给最大的竞争对手，那隐私怎么办？这就是这个传闻最让人玩味的地方了。报道是说，为了遵守他们对隐私的承诺， Gemini 模型会在 Apple 自己的私密云端运算伺服器上跑，不是在 Google 那边，而且不会跟 Google 分享可以识别你身份的资料。至于处理你个人资料的部分，譬如说读你的行事历、备忘录，可能还是由 Apple 自己的模型在装置端完成。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是 Apple 自家的 AI 不够力吗？这可能就反映了现在 AI 领域的竞争有多激烈。开发大型语言模型需要非常非常庞大的资源跟时间。Gurman 他们推测，这可能是 Apple 为了要赶快追上，填补自家模型在某些能力上可能暂时的不足，所采取的一种比较务实的策略。有点像三星在他们的 Galaxy AI 里面，其实也整合了 Google 的技术。目标就是让 Siri 能够真的听懂更复杂、更个人化的指令，比如说，帮我找我妈上次推荐的那本书，而不是只会给你一堆网络搜寻结果，或者跟你说要不要问 ChatGPT。不过，也有报道提到 ，Apple 内部对于这个新 Siri 的稳定性、效能，还会不会很耗电，其实也有点担心，显示这个整合挑战不小。那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你觉得 Apple 会公开承认他们用了 Google 的技术吗？我觉得可能性不高啦，预计 Apple 会把它包装成是自己的技术进步。重点是提供更好的使用者体验嘛，这种务实的做法
虽然跟 Apple 一直强调软硬体都自己来的形象有点不一样，但也显示了在 AI 这个关键的战场上，就算是科技巨头，有时候也需要借力使力。这也让人很好奇耶，如果真的这样整合，用起来的感觉会不会有点卡卡的，或者说有缝合的感觉？确实很值得观察。那除了软体，硬体方面好像也有新的线索，是关于那个很贵的 Pro Display XDR 萤幕吗？对，有开发者在 macOS 26.1 Beta 版的程式码里面发现了一些新的文字描述，提到了像是 Pro Display XDR Camera， 还有 Pro Display XDR Desk View Camera。这个就强烈暗示 Apple 可能正在开发下一代的 Pro Display XDR， 而且会内建摄影机。哦，这倒是个好消息耶！现在那台 Pro Display XDR 虽然画质很好，但它没有内建摄影机跟喇叭。对一台卖筹募$5000起跳的萤幕来说，这真的是个蛮大的遗憾。没错，如果下一代真的能加入支援人物居中和桌面视角功能的摄影机耶，那它的实用性跟价值就会大大提升。这也跟之前Gurman说 Apple 正在开发2款新的外接萤幕的传闻对得起来。虽然什么时候会发表还不知道啦，但至少线索已经出来了。好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综合来看， Apple 这次的软体更新规模真的蛮大的，不止在界面操作上做了很多使用者会有感的调整跟修正，像是闹钟滑动啊，相机手势开关啊，还有那个 slide over 回来了。更关键的是 AI 能力有了实质的大进展，特别是 Apple Intelligence 终于支援我们熟悉的繁体中文，同时修补了那么多安全漏洞，也再次提醒我们更新真的很重要。未来 Siri 可能的变化，还有新萤幕的线索，也让人充满期待。总结来说，我觉得这次更新的核心就是 AI 的深化整合，还有务实的策略推进。Apple 正在加快脚步，把 AI 融入整个生态系，同时努力在功能、隐私和效能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甚至看起来也不排斥跟竞争对手合作，来确保自己在 AI 这场竞赛中能够保持领先。很明显 ，AI 已经不只是个附加功能了，它正在变成驱动 Apple 体验的核心引擎。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可以想一想。随着 Apple Intelligence 越来越懂你的语言、你的习惯，甚至可能还悄悄地借助了像 Google 这样外部的强大 AI， 在接下来的1年里，你跟你手上的 iPhone、iPad 或 Mac 之间的互动方式可能会发生什么样根本性的改变？有哪些你现在觉得很麻烦，需要做好几个步骤才能完成的事情，可能会因为 AI 的加入变得无比顺畅，甚至超乎你的想象？不妨带着这个问题去探索一下这次更新带来的新功能吧。感谢你收听这次的深入分析。